Hello， 大家好，我是安一。今天我们来说一下晚婚的好处，还有坏处。好，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在你的概念里面，多晚结婚才算是晚婚？28、30、35、40，很有意思啊。百科上的定义，男25，女23就算是晚婚了，也就是在法定结婚年龄再推迟个3年。就是定义了，这个好像就和我们概念里面不太一样了，对吧？所以严谨一点，我们今天讨论的晚婚还是以我们的日常概念为主，大体上可能30左右，30往后算吧。好，在确定了这一点之后啊，其实我们之前视频里面有讲过啊，现在的趋势上，人们的初婚年龄确实是越来越晚的。那就我们个体而言，为什么？因为20多岁确实是最好的结婚年龄，但它难道又不是最好的读书年龄、最好的赚钱年龄以及体验人生的年龄吗？对吧？它有这么多选项摆在面前，如果结婚不能够给我们带来正向的质变吧，1+1不大于2了，那我们很自然的就会去权衡结婚这件事的权重到底有多高。而我知道，很多同学啊，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吧，在心里面已经默默的把结婚这件事降权了。所以，如果不是说不结婚的话，那么晚婚似乎是那个去掉所有错误答案之后唯一的正确答案了。好，那晚婚到底有什么好处？或者我们可以再问的具体一点，就是等年龄大一点再结婚有什么好处？我认为主要会有2个。首先，结婚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而新的生活方式一定会带来新的问题。比如单身我只需要做1个人的家务，婚后我得做2个人的。单身我作息自由，怎么方便怎么来，昼夜颠倒没关系的。婚后多少要迁就对方，还有不仅要处理伴侣的关系，甚至还得处理和伴侣全家人的关系这些都是新的问题。所以那些解决问题能力相对强一点的人来说，一般婚后的日子也会过得更顺利一点。对，这是一句正确的废话。而更现实的情况是什么？是很多问题往往是无解的，对方也不可能改变，那无解怎么办？就只能去迁就、去妥协、去让步。而我觉得年龄带来的好处之一就在这里，就是随着我们的年龄增长，对待妥协这件事情的态度会变像一般来说，在我们年轻的时候都是棱角分明的，做人嘛，最重要的是开心如果对方袜子乱丢，这那是吧，惹急了，你什么都做得出来，除了数学题。但是反观我们的父母辈，他们平常生活的时候也有很多抱怨，但最后还是能包容的。为什么好像年纪大一点的人就容易妥协呢？因为很重要的一点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心中的价值体系会发生改变。年轻的时候开心最重要，钱最重要，生活体验最重要。年纪渐长，很多事情就佛系了，睁只眼闭只眼过去了。而有一个事情会几乎不可逆的变得越来越重要，没错就是孤独，一种随着年龄增长愈发强烈的孤独。可能各位年纪小一点的同学不太容易感受到究竟有多强烈我觉得这有点像是我们小时候我们爸妈对我们说你是从垃圾桶捡来的那种类似的感觉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那种感觉反正我当时是嗷嗷哭或者类似于我们还小一点的时候父母在谈离婚，就是这个世界上好像只有我一个人了的感觉。所以这种孤独绝对不是没有人陪、没事做那么简单，而是缺乏一种情感上的归属感。说的再现实一点尤其是当父母在离世之际，这种孤独感会尤其的强烈。而这种孤独感爆棚的时候，真的很多人就会开始意识到容纳另外一个人到自己的生活里，互相迁就，也互相陪伴，变得越来越有必要。就算不完美，也不是不行。这就是价值体系变了，有些事变得重要，有些事变得不重要，心态一变，这个时候很多人就可以主动的接纳以及解决婚姻里面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了。其实就相当于解决问题的能力怎么样变强了嘛？这种改变目前看还真的就是年龄可以带来的，所以我觉得这算是一个晚婚独有的优势。其次，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对婚姻系统里面的身份的适应能力也会增长。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一个学弟，当时他老婆23岁生完小孩，还在月子中心的时候，就坐我们床上哭我学弟也纳闷明明是喜事一件，哭毛我清晰的记得女生原话说的是：“我自己还是个宝宝呢，怎么就有个宝宝了？”这是什么？这是没有做好身份转化的准备。
她自己还没长大呢，她不知道该怎么去做一个母亲，也接受不了。反过来，我身边也有去年32岁生小孩的女生，她身边很多人那都2胎了、3胎了。所以我问她啊，你会不会觉得压力很大？她说其实还好，她在她闺蜜那里已经早就预习完了。所以你看，别人就不苦，这就是适应婚姻系统里面啊，这个新身份的能力不一样了。当然啊，身份的适应能力很多时候和经济条件也是成正相关了。我们很多人不想生，是因为不想做爸爸、做妈妈吗？是因为没钱吗？啊，2个人在一起为什么没有私人空间？是因为房子小嘛。所以，通常来说啊，就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经济储备也会增长，它会去降低一些，甚至降低很多啊。我们在适应新身份时候面对的压力，其实也就相当于啊，适应能力被变相的提升了嘛。所以我们说晚婚的好处啊，第一，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升；第二，适应新身份的能力提升。而且啊，年轻的时候专注自身的发展和成长，让自己的心智更成熟，经济储备更雄厚。从不太浪漫的视角来看，他确实更有底气，能够经营好一段婚姻。我相信是这样的，所以听起来还不错，对吧？但这是属于理想情况，当然还会有不理想的情况。就生理和生育的问题暂且不说啊，反问一下，自我发展就一定能成功吗？有没有一种可能，就在年轻的时候推迟了结婚，去追求职业、个人成长等等，结果并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可能错过了那个最好的年龄，于是难度也增加了。这是在用年龄的优势去换取其他方面的优势，先变成更好的自己，再用这个更好的自己去争取一段更好的婚姻。就这个思路，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我相信有些人会成功啊，有些人会失败。由于供需关系，条件好的人会更受到热捧吧，而综合未达到预期的人，可能就没有那么耀眼了。所以选择面会减少，难度也就自然提高了。这也就是传说中的结构性单身。而且这个现在对男生女生是一样的，我觉得这算一个风险，大家也可以参考参考。就我很难不承认啊，年龄确实是婚恋当中的一个优势。所以如果我们在其他方面的优点啊不足以弥补这一点的话，那难度肯定是会增加一些的。所以啊，除掉生理和生育上的那些问题啊，我觉得这算一个晚婚的坏处。好，我们实际一点啊，我们到底怎么去判断自己是适合早婚还是晚婚呢？对，这里我们就要提一下主动和被动了。第一类，还年轻啊，可能主动的选择晚婚的同学，我觉得有一个方法啊，确实可以帮助我们去判断，就是通过别人的亲身经历作为参考。就说我现在25岁吧，我是优先考虑结婚呢，还是职业发展呢？这个时候不如多花一点时间啊，去参考一下那些已经做过不同选择的人，他们选择了什么。比如也有一个人25岁选择了职业发展吧，他后面的生活又是怎样的？哎呀，难不难啊？辛不辛苦啊？会不会结构性单身啊？当然也有很多25岁结婚的样本，参考一下啊，婚后生活怎么样啊？会不会特别无聊啊？梦想还在不在啊？去听听他们的感受，是感受，不是建议啊。因为人和人多少会有一些不一样，人们总是习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去建议别人，这种建议啊，通常没有太大的帮助的，对方没有办法为我们考虑那么多，所以我觉得只要感受就好。因为这种感受未来很有可能也会出现在我们身上，那这个建议啊，我们就可以自己给到自己了，去试着判断一下他们的成就我们是不是比较可能达到，以及他们的生活是不是我们想要的。当然如果我们身边没有这样的人啊，也可以去尝试看看别人的采访。比如我就看过詹青云在采访里有讲述过他的经历啊，放弃了结婚、读书啊什么的。如果詹青云的故事能够坚定你的选择，固然很好，但万一你发现他的生活状态并不符合你的期待，或者自己也不太有可能达到他的高度，那其实是可以退一步来考虑的，合适的才是最好的嘛。然后第二类就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吧，被动晚婚的同学，可能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人啊，一直错过了这里我就斗胆提供一个思路吧。就首先啊，我们得正视现在的局面，可能年龄不算小了，这个时候玩命的去为了结婚自我提升，其实是一个效率很低的方式。所以啊，以前的那套择偶标准可能就不好用了，最好可以重新制定一套适合我们现在的新的择偶标准。但我不是说重新制定标准就是降低标准啊，这个标准怎么制定啊，这就涉及到一套相对于复杂的方法论的部分了。
所以我就把这部分的内容放到了我的恋爱成长课里面，后面会在里面详细的和大家讲，有这方面需求同学可以一步了解一下。接着因为被动晚婚，所以时间不算多嘛，这个时候更要尽可能的提高时间的利用率。无效的社交能算就算了吧，把时间花在有用的地方去找对象或者潜在对象。同样还是在这门课程里面，我也会和大家讲到扩展社交圈的问题，更偏向方法论一些，也确保大家都能够用得上。好，这是课程的事情这大家有兴趣可以点击屏幕然后跳转了解一下。好，我相信最后看到这里，肯定有人会说不婚不育保平安。当然，不婚也是一种人生选择，甚至有可能是一个不错的人生选择。但我想说认为不婚不育就是逃避婚姻和育儿的麻烦，让生活更轻松了，这个心态可能是值得讨论一下的。因为我们得到一些东西，总会失去一些东西。我们不能只看得到不看失去嘛，没有任何一种选择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更没有一种选择是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的。所以结婚对于现在很多的年轻的同学来说，可能是一种得与失的哲学了。当然这个也不会有标准答案但是退一步说，我觉得一个成熟的人最起码他在做选择的时候，不应该仅仅基于我要享受这个选择带来的好处，而更要考虑到我能够承受它所带来的代价。